各位朋友，作為一個奢侈品，它的這種就是超高的附加價值來源於哪裡啊？那肯定來源於它的品牌的溢價唄。那這個品牌的溢價，那的根本就是說，這個品牌獲得了很多有錢人的認可啊。很多人呢覺得背着它、穿着它、戴着它是個面子。可是呢，見過蠢的，沒見過 LV 集團這麼蠢的。LV 集團在中國這個搞起了一大堆的訴訟一堆使用它所謂的寶相花四葉草圖案的中國的微小企業受到了他的敲詐，這一下可惹怒了中國的消費者呀！消費者就是 LV 的衣食父母，現在你把中國的消費者給惹急了，後果很嚴重，朋友們 ，LV 在中國多地的門店關閉，西南門店的腰斬過半，僅剩3家在正常運營。8月21號，據中國新聞的消息 ，LV 在中國掀起了商標維權風暴，同時其在中國西南地區也加速了撤退的步伐。LV 貴陽立星中心門店對外宣布，將於2026年8月31日起停止運營。根據媒體報道 ，LV 門店位於該商場的1層的核心位置，分別開設男裝與女裝獨立專賣店，總的營業面積逾700平方米。開業當天，門店的銷售業績即突破了1000萬元。根據中國記者統計 ，LV 已經在中國西南地區接二連三的關閉了3處這個關鍵地點，西南5省的門店的網絡數量已經腰斬過半，僅剩3家門店正常運營。事實上，近1年以來 ，LV 在華的門店網絡經歷了一次殘酷的修剪，包括北京首都機場店等门店都已經宣布了關閉LV 這個委托中國的無良律師對中國的微小企業的這個訴訟，更進一步的加劇了 LV 品牌的奢侈品貴族形象的崩塌。現在的中國網友的惡搞之下，就說那個 LV 的那個商標已經淪為了廁所的代名詞。来，先看视頻。上個 LV， 每日一上，沒別的意思啊。LV 是公廁的縮寫。我只能說啊，這哥們兒完全沒毛病，這不是惡搞某奢侈大牌，而是有理有據。首先，英文中 lavatory 這個單詞的意思是衛生間、盥洗室，縮寫成 LV 沒毛病吧？其次，很多80、90後都知道，以前廁所的通風牆採用四葉草鏤空造型，某女牌聲稱這一圖案是其專屬，還申請了專利。那把廁所和它聯繫起來，完全是有理有據。最重要的是，廁所在我國屬於公益性民生設施，不具有商業屬性。無論是四葉草造型還是 LV 縮寫，在廁所可以隨便用，商標法管不着。對方起訴也不管用，因為它不構成侵權。那麼問題來了，你今天上 LV 了嗎？總算出來了。小伙子，怎麼背個廁所包包？阿姨，您看清楚，這是 LV 奢侈品，好幾萬呢。這不就是廁所圖案嗎？你看，我說像吧。
LV 一邊在法庭上高調維權，一邊在中國悄悄關店，這種左手告人，右手撤店的操作正在上演。8月21日消息，LV 貴陽立新中新門店宣布將於2026年8月31日起停止運營。這家店2022年開業時轟動一時，營業面積超700平方米，開業當天銷售額就突破1000萬元。如今 LV 在貴州省的唯一一家門店正式告別，意味着 LV 將徹底退出貴州市場。這並非孤立。據貴圈欄目統計 ，LV 已在中國西南地區接連關閉3處關鍵點位，西南5省門店數量腰斬過半，僅剩3家正常運營。近1年來 ，LV 在華門店正經歷一次殘酷修剪，北京首都機場店等也已關閉。維權的同時 ，LV 在中國市場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撤退。LV 撤離貴州，關店潮席捲全國，奢侈品向下走的神話破了。開業當天業績破1000萬，3年後卻黯然離場。連一座省會的唯一門店都保不住 ，LV 將徹底退出貴州市場。這消息像一顆深水炸彈，在消費圈炸開了鍋。更令人側目的是，這並非孤立，西南5省門店腰斬，北京首都機場店也關了。曾經人潮湧動的高端商場定海神針，為何一夜之間變成了撤退急先鋒？這背後究竟是一場戰略收縮，還是中國消費市場變天的強烈信號？別急着說貴州人買不起。這牌局遠比你想象的複雜。第一層，賬面上的知難而退，下沉市場的面子與理。當年 LV 高調進駐貴陽，看的是貴州 GDP 增速領跑全國的面子，賭的是新中產的消費潛力。開業首日破1000萬的業績似乎印證了這一切。但3年過去，裡子問題暴露。奢侈品經營講究品效和客群密度，貴州市場的高淨值人群基數與消費頻次，或許難以支撐一家全品類門店的運營成本。與其在一棵樹上吊死，不如收縮戰線，把彈藥集中到上海、北京、成都這些消費堡壘。這不是撤退，更像是精明的止損。第二層，戰略上的騰籠換鳥，奢侈品的新耳反面，關店不等於不重視中國市場，恰恰相反，這是國際奢侈品巨頭在中國進入精耕細作時代的標誌。過去跑馬圈地，現在追求高淨值客戶極致服務。與其在低線城市開一家1年也見不到幾次 VVIC 的門店，不如在上海恆隆或線上小程序為 VIP 提供1對1思想會，限量版預訂。LV 們正在把店變薄，把服務變厚。同時，線上渠道的完善也讓非核心城市的客群可以通過官網、小程序購买，門店的展示和體驗功能被進一步剥離。第三層，信號上的風向骤變，高端消費的冷靜起來嘛。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大環境。LV 的收縮是奢侈品行業在中國的一個縮影。經歷了前幾年的報復性消費，如今消費者更理性，更看重保值和性價比。一部分中產購買力在房產、教育等壓力下被擠壓，對萬元級包包的精美故事開始脫敏。LV 的關店或許正是中國高端消費從炫耀期走向成熟期的一個鑄橋。未來能留下來的不是最貴的，而是最能讀懂中國消費者情緒的品牌。最後說點實在的，對於已經買了 LV 的貴州朋友，不用擔心售後，官方客服說了，線上入口還在。但对於那些還在招商，指望着靠1-2家奢侈品撐起一個商圈的地方政府和開發商， LV 們的退潮無疑是一記響亮的耳光。光靠面子工程吸引不來真金白銀，扎實的產業和居民的錢袋子才是商業繁榮的根基。各位老鐵，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LV 關店對你影響大嗎？你是覺得奢侈品走下神壇了，還是人家單純在調整姿勢？你身邊的朋友這2年買奢侈品的熱情是高了還是低了？評論區咱們敞開聊，看看這到底是富人的遊戲，還是咱們普通人也能感知的經濟平原剂？你的每一次分享都是對消費真相的一次投票。LV 關店可能不是中國人買不起了，而是越来越多人不想再花錢證明自己了。过去買奢侈品很多时候买的不是一個包，而是別人看見這個 logo 之後對你的判斷。但現在中國消費者正在發生一個很明顯的變化，從向外證明自己變成向內滿足自己。東西好不好用，值不值這個價，我自己喜不喜歡，開始比別人覺得我有沒有面子更重要。這也是為什麼今天很多年輕人一邊對國際大牌祛魅，一邊願意為真正喜歡的中國品牌審美和體驗買單。最值得所有實體老闆警惕的是，消費者不是不花錢了，而是不願意再為虛展的優越感花錢了。未來真正值錢的門店也不會只是一個賣貨的地方，它要讓人舒服，讓人放鬆，讓人覺得被理解。所以 LV 關掉的可能不只是幾家店，它背後真正退潮的是一個靠 logo、身份和仰望感賺錢的消費時代。下一輪消費真正爭奪的不是誰更貴，而是誰更懂人心。LV
在中國的這些訴訟啊，有这個中國的媒體說呢，其實並沒有全部的駁回，現在呢還在進行中。可是呢，按照中國的這個輿論的風向來看的話，沒有哪一級上級法院敢於判 LV 啊擁有中國傳統的這種寶相花四葉草圖案的商標權，沒有一個法院敢判。所以 LV 在中國的大敗退，完全都是逐小利而忘大義帶來的報應，活該。點個訂閱，下期再聊。